大家好，黄姜种植时呢，除了要避免原地连作外呢，若是能降低点日照会更理想。所以利用棚上的百香果进行布局略为遮阳，也可在黄姜植株的茎条叶片呢还未茂盛之前保护一下蚯蚓的生长环境。巢内目前仍可发现新生的蚓粪也意味着内部还有蚯蚓继续活动着了。由于近来时常下雨未经进行覆土呢，雨水却已经把一旁的土自然的对黄姜进行覆土完毕了。如果还记得上一部影片的内容应该还记得这土壤是取自前院堆草草里的大量蚓粪土啦。当初还让它休养了一阵子长满了杂草，移除后才进行种植啦。在这简易的巢内呢，经过一次除草后呢，目前在生杂草的数量已经大大降低当初选择将黄姜种在这的另一个用途呢，是绿化造景的好作物啦。毕竟黄姜生长期需要比较久之外呢，日后茂密的叶片也会非常好看啦。等待再一次大雨之后呢，左侧砖头地板上的土壤呢，就可再次被自动清洗造景的雏形呢，就会慢慢显现了。现在再次进行除草的时机呢，是打算对黄姜进行覆土外呢，大量蚓粪的土经过雨水溶解后呢，土壤显得较为绵密覆土的同时呢，也是做加速松土的动作啦。由于黄姜种植得进行覆土所以当初才会种在沟槽里但这虽然是种在沟槽里沟槽仍比一旁的位置高所以只要雨停后呢，水就会自动退散了。若是想要轻松覆土呢，则可以采用现在的方式将左侧的土呢先推往较前方的植株覆盖而不是直接将两侧的土呢往中间堆右侧的土呢则拉往靠近尽头的植株进行覆土这样的方式呢，做起来会比较快速之外呢，也可以自然的把土弄松甚至也有将土壤再次进行混合交换的功能最后再将上方比较细小的杂草清除干净两侧现在的位置呢，是不是就可以快速比中间低了？而这样呢，土壤的状况与造景的效果看起来就差很多了。因为这算是封闭的空间也已经清除了2次杂草了，日后再长草的数量呢，就可以非常少了。如果在两侧再补上有机质的素材除了可以保湿之外呢，也还可以再次降低杂草生长的机会了。至于该怎么做呢，就等天气稳定一点再来施作了。现在这样造景的效果呢，算是符合预期只是不知道观众朋友对于这样的造景效果是否满意。谢谢收看。